明明有空车位，大家来看一下，可是前后都有车。那么很多新手朋友啊，遇到这样的侧方位停车时，是怎么停也停不进去，就犯了难啊，索性直接就往前开走了，对不对？那么今天啊，暴弟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现实生活中的侧方位停车应该注意哪些。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是在这种人行车道上啊，人行道上，对不对？那么人行道上停车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路两旁啊有花坛，如果说你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说啊撞到这个花坛。那么现在暴弟啊就上车给大家讲讲其中的细节，新手学会以后就没有你停不进的车位。好，现在暴弟上车开始演示。好，现在我们回到车上以后啊，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个事儿就是说要知道我们现在即将要停的车位是在一个非机动车道上，对不对？那么非机动车会有时来时往的一个，大家看一下，非机动车、三轮车包括自行车，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开门还是说做出任何的打方向，我们都要观察左右的后视镜，避免后方有过来车你没有看到直接开门，或者说直接倒车与其他行人发生剐蹭，对不对？好，首先右侧这个车位就是我们即将要停的车位。那么现在呢，暴弟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第一步应该贴近顺正，你不用说和旁车保持固定了多少的距离，那都是没有用的，有的说30，有的说50暴弟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尽量与右侧的车辆贴近顺正，即便说你压一点线也是没关系的，贴近顺正平行的往前开。为什么说要尽量贴近顺正呢？第一个大家看一下，我们非机动车道它由于比较窄，对不对？那么右侧是车辆，左侧是花坛，如果说你不把某一侧贴紧了的话，那么我们在往后倒的过程中，我们的车头可能说磕到花坛。所以说暴弟让大家右侧贴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让我们在往后倒车的过程中避免我们的车头剐蹭到花坛。好，现在慢慢的往前开，即将到达我们第一个关键的停车点位，也就是说我们车辆与旁边这辆车车尾对齐以后，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关键的停车点位。如何判断车尾对齐呢？那有些朋友刚才说了，我判断后视镜对齐不是一样吗？其实呢不一样因为我们的车辆有长有短，对不对？我们往前开的同时要观察这辆车它究竟是 A 级车 B 级车，要知道我们车辆的一个长短才好与旁车对齐。你不要说我们自己开的是一个2厢车，旁边是一个3厢车，你后视镜对齐以后，那么车尾它能对齐吗？如果说车尾对不齐你的车比它短，那么在倒车的过程中，我们的车尾就容易碰到旁边这辆车。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做到车尾对齐，这是为了避免与旁车发生剐蹭。现在呢，暴弟下车给大家看一下，车尾已经是对齐的状态，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关键的停车点位。那如果说你自己判断不好，我们可以下车多看一下，也是没问题的。好，现在回到车上进行第二步操作，直接把我们的档位切换到倒档，然后呢把方向盘向右打满，往后倒车。往后倒车的同时要观察我们的后视镜，不要说后方有车已经来了到跟前了，你再往后倒，这样是不是容易发生与他们发生剐蹭的？所以说要注意观察后视镜，然后呢再往后倒。倒车的过程中观察左侧的后视镜，当我们在左侧后视镜中刚好能看到后车2个完整的大灯，后方车辆大灯，也就是说完整的车头时，把方向盘回正，然后呢我们再继续往后倒。往后倒车的过程中观察我们右侧的一个后视镜，当我们能够在右侧后视镜中看到我们的前门门把手与后方的马路牙子交叉重合时，好，就是此时我们就可以把方向盘再次向左打满，边打边往后倒。好，此时我们的车辆就已经顺利的进入车位了。大家看一下，此时再把方向盘回正，我们的车辆也就停好了。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很简单？其实呢，像这种窄路侧方的停车，我们只需要记住暴弟刚才给大家分享的几个点位，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车辆顺利的停入车位。包括呢，我们在停在路边停好车以后，我们开门也要注意观察左侧的后视镜观察后方有没有来车，不要说你突然开门，后方的车辆根本反应不及时，无论是车辆还是自行车，直接撞到就可能说发生事故，对不对？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停的车辆的左侧，左侧刚好是在车位线以内。我们再来看一下车辆尾部，也刚好在这个车位线以内，对不对？看一下右侧，和这个路沿石贴得很近，但是呢没有剐蹭到轮胎。那很多朋友就是说在往后倒的过程中判断不好咱们后轮与这个路沿石的距离，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说让咱们的后轮直接轮毂蹭到这个路沿石，或者说轮胎蹭到路沿石，这都是你不会判断我们回轮的一个时机。那么现在暴弟再回到车上给大家细细的讲一下，我们车尾进入库中
如何去判断我们回轮的时机，这里着重的给大家讲一下。好，我们先把车给开出去。这里呢，暴弟顺便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如何判断我们车头和前车的一个距离。其实呢，很简单。如果说您想要出库时不剐蹭啊，我们只需要慢慢的往后倒，盯住倒车影像。当我们能够在车内看到前车保险杠上边缘的时候，就是现在看一下，暴弟指的这个上边缘，对不对？刚好能够看到它保险杠的上边缘时，此时我们把方向盘朝左打满，然后呢往后倒车，车辆就可以一把出库。但是呢，我们出库时记住速度要放慢一点。为什么说速度要放慢呢？因为我们转弯时的速度会影响我们转弯时的半径。你速度越快，那么我们转弯的半径也越大，也就是说越容易撞到前车。好，现在呢，暴弟把它给开出去，再来恢复成刚才我们车尾入库的样子，给大家说一说如何判断我们后轮打方向的一个时机。好，现在我们把方向盘朝右打满，往后倒车。倒车时，这里暴弟再给大家提醒一个点，就是说注意我们后视镜的同时，也要注意我们左侧的车头角，不要说外摆的同时，如果说你那边路更窄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左侧的车头角是很容易碰到这个花坛的。好，慢慢的往后倒，看到后方车辆2个大灯，也就是说完整的车头时，回正方向。好，现在暴弟下车给大家说一说，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路更窄的话，那么我们在往后摆轮的同时，我们的这个左侧车头角容易碰到这个花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当心这里。这就是暴弟要求大家右侧贴紧的原因，把我们左侧的距离腾得够大。好，我们现在发现后方车辆完整的大灯以后，我们把方向盘回正，往后倒车。倒车倒到哪里我们再去打方向的时机是刚好呢？其实就看我们右侧后镜中的前门门把手与后方路沿石交叉重合。好，我们慢慢的往后倒这里有2个点位，暴弟先给大家说其中一个。好，慢慢的往后倒。当后方大家看一下，这个门把手与后方这个路沿石交叉重合了，好，对不对？就是此时我们把方向盘，然后呢朝左打满，往后倒车，我们车辆就可以顺利的入库。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看左侧的后镜，一般你不安装小眼镜你是看不到的。安装好小眼镜以后，我们可以通过判断我们后轮压线的位置去判断回轮时机。大家看一下，我们后轮快要马上也就是说压线的时候，我们去回轮，我们往后倒也是刚刚好的。现在暴弟回到车上给大家看一下此时我们方向盘是左打满的状态，对不对？我们往后倒肯定能一把入库。也就是说2个判断点，第一个看我们后轮压线的时机，就像这种情况我们回轮直接往后倒车打方向是刚刚好的。再有呢，就是说看我们右侧后镜中这个门把手，看到这个门把手和这个路沿石交叉重合以后，这是个点位，我们回方向盘也可以。那么有些朋友呢会担心我们的车头往后倒的过程中会碰到这辆车，大家看一下，其实呢还有30公分的距离，但是呢我们的车是整体往后走的状态，所以呢也不会碰到前车。回到车上继续把它给倒回去给大家看一看。好，我们把方向盘朝左打满，然后呢直接往后倒车，大家看一下，这里为什么说我可以确定它不会碰到前方的车辆呢？第一个我看雷达，大家看一下，雷达还有在最外面这一根，对不对？说明很安全。如果说你没有前雷达，我们可以看右侧这个挡风玻璃和这个车窗的夹角，只要能够在这个夹角看到前车完整的大灯，那么我们往后倒一定安全。好，我们现在慢慢的往后倒。好，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车辆是不是已经安全的入库了呢？观察我们右侧的后镜，大家看一下，只要我们车身与这个路沿石平行顺直以后，我们的车辆就是停得刚好。再看一下我左侧的后镜，我的车身与这个车尾线也是平行的状态，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只要把方向盘回正，我们的车辆也就停好了。如果说你的车往后走的多了，我们就往前提一把。怎么样，朋友们？是不是刚刚好？现在下车再看一下停得怎么样？好，朋友们，一样先看左侧在车尾线以内，看后方在车尾线以内，右侧一样没有蹭到路沿石，也在车位以内。怎么样，朋友们？学会这个方法，我们再难的侧方向停车是不是一样可以停进去？那有些朋友刚才说了暴弟你平时分享的这种车位都比较大，但是呢，你要知道我用的这个车也是比较长的，它是这个奥迪 A6， 车长5.1米，所以说这种车辆的长度对于这个车位它不算大。
那么我们的车辆短一点，所以说车位小一点也是属实正常啊。抱地只需要你学会这个套阀的方式，记住这其中的关键点位，无论什么样的窄路侧方停车，你都可以停进去。